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先了解一下这个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比他大，他的出现让我以为我找到了我未来的另一半，结果他后来的表现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看错他了。当初是他追的我，他一直崇拜我，围着我转，可他现在总是对我各种不满意。我希望他能多站在我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但是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还口口声声地说着对我好，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和他继续下去。有请这位嘉宾，有请。男嘉宾史先生，33岁，来自天津，新媒体职员；女嘉宾谷女士，39岁，来自四川，个体老板。欢迎两位哈。谈了有多久啊1年多了。是您追的他是吧？是的。好追吗？说心里话不好追。曾经有过一段婚史。对。也有孩子。是的。孩子多大？13岁了。男孩女孩？男孩。跟谁呢？是跟他父亲的，然后父亲的话在我就是不担负责任吧，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在承担，因为他是属于哪一种呢？打零工那种，大钱挣不到，小钱不想挣，高不成低不就。听懂了，这几句话一看就是一特别开朗的一个女性啊。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第一眼看上了吗？第一眼其实没有看上。哎呦，啥时候看上的呢？后来呢，是因为他呢主动追的我，我不是做新媒体的嘛，然后他公司的业务发展的时候呢，他可能想去开发这一块的一个业务吧，然后呢，他频繁的向我请教啊，交集就越来越多了啊，然后逐渐的呢，我也对他产生了感情啊。那今天为何而来呢？今天其实是因为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吧，就是他刚说的，他和他前夫对于他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上因为他经常跟我抱怨，觉得他的前夫不靠谱，对孩子也不好，然后经常在我这儿哭。我也只是跟他说一下吧，因为女人也有累的时候，但是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呢，因为通过朋友介绍，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成熟也非常稳重的，但是后来我跟他接触了1年，我就发现他很多东西都是不实际的。怎么不实际啊？就好比就是之前跟孩子的事儿吧，他说把孩子接到天津来，我都想讲到天津来实际吗？我家里有2套房，我提供1套房出来，你把你孩子接过来。那时我跟他说过，我孩子接过来可以。是吧？一个上学的问题，放学的问题，开家长会的问题，并且我的工作是有忙的，有个时候周末我还得出去应酬，那孩子又不是小猫小狗，是不是扔在家里面不管不问呐？然后我就让他，我说你去，要不跟我接送孩子开家长会呗？他直接跟我说一句什么来着？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是你的孩子，你应该要负责任担当呀。话说的没错啊。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就是属于假把式呗，嘴上说说而已呗。反正也是好心，对不对？心是好心吧？他是好心，但是我觉得太不实际了啊。我那时候还试图跟他建议说呢，你如果觉得精力上达不到，就照顾不了孩子，如果把孩子接过来的话，你可以把你父母也接过来。哎，这等于又提了个方案。对，主持人他都没动脑子想一想。我父母60多岁了，我们是四川人，我爸他们不会普通话，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语言不通，你让他咋整了？说他根本都不去想一想，我爸妈怎么会过来呢？给我感觉就是就是为了在朋友面前撑面子而已。哎呦呦呦，哎呀，所以他这么一想你就委屈了，对吧？好，没对上茬，听明白了。男生是说让你们一家人团圆，我来出房子。我这是爱的表示。是的。女生觉得说你完全不成熟，所有的细节都没想到，是这意思吧？是的。行，还有什么矛盾和冲突？还有，我本来也想跟他在一起好好的过吧，我说计划在天津定居，我都准备买房子。他到
好，一下给我拍死了。买啥房子啊？压力那么大，我今年有2套房了，是这个样子。我心想，我买房又不让你出钱，首付是我自己的，按揭是我自己的，你不能主宰我的决定啊。其实这个买房这个事儿啊，我是坚决反对的。结婚的话，一般来说都是男方出房的。那我又不是说没有房，对吧？我家里本身就是有2套房的。你说你自己还要去买1套房，那你说让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看到了，我就确实是觉得我好像是出于没有实力，或者说就是面子上的问题嘛。所以说你就是碍于面子，但是你没站到我的立场上面去想过。一看你年龄也比我小那么多，万一有一天我们在一起，我住你那儿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遇到啥事你帮我一脚蹬了，我干嘛去啊？你叫我说跟我滚出去，不要，这是我的家，你说我咋整啊？是不是？合着你这儿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你这儿买个房就是留着，就是说以后我们之间要闹矛盾吵架了，你就可以随时离家出走吗？你没体会到我的感受，你知道吗？我已经经历过这件事情了。我第1段婚姻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净身出户，然后是啥子情况，你知道吗？我就有路费钱出去的。到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作为一个女人，离了婚的女人，男方不再是家，娘家也不是家，并且在我们那儿有个习俗的是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大年30是不会在娘家过的。连过年都不过的啊！其实主持人，我这边为什么就是说要反对他买房呢？哎呀，你反对人买房干嘛？人家有这个实力，人家买就买呗。不是，你也是。这个话说到这儿呢，就是说，你说实力嘛，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在这儿打拼，自己建公司啊，或者说自己带团队啊，方方面面都是要钱的。我是希望他这些钱呢，还是能节约一些，能省一些就省一些。知道你是好心。但是你这好心他体会不到，啊，还有什么问题吗？他希望我就是特别去崇拜他，然后他把他的事情完全强加于在我这儿来，因为我不是有一个家政服务公司嘛，因为他是学那个 MBA 的那个管理这一块的，他非得让我去学他的一套流程去做管理。我说我觉得你那对我来说不接地气，并且你叫我学我也看了，我学了。但是学了还行，他还叫我学完了以后叫我写感想。你看他的文化比我高，我本来都没啥文化，我写感想，你让我憋得出啥东西来了？其实主任，他强加我。他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毕竟我的学历比他高啊，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呢，他对于公司或者对团队的这些管理方式啊，包括水平吧。是一些野路子，是摆不上台面的。所以我呢是希望从我的这个相对来说系统一些的方法中呢，让他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但你的出发点是很好，但是我们那个做男就是做一个保洁、做个卫生而已。我看好哪个活了，然后我帮工人叫过去干了就行了。然后还有，我刚刚才认识他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特别年轻化，有活力。那个时候吧，我们还经常去看一下电影啦，晚上刷刷抖音啦。我觉得，这个重庆还非常好的，是一种闯劲儿，比较阳光。后来我就发现，跟着在一起，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叫我什么？你早上去晨跑，晚上来泡泡脚，周末煲煲汤。我没有得到那种，就是说有闯劲儿的那种感觉，那么提前进入了老年化的那种感觉。不是，可是主持人，他毕竟他的年纪就已经比我大了，那么而且他又在外面就是天天这样的打拼，然后晚上又要应酬又要喝酒，作息也不规律。我希望他能够爱惜自己的身体，能够保养好，这又怎么了？是你也是出于对他的爱，对吧？对啊，没有错，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还有，我发现他特别小气，因为我的工作哈，我接触的异性比较多。说心里话哈，主持人，虽然我年龄在这个地方来了，是吧？然后追求者也是有的。然后他都觉得我是一天花枝招展的、招蜂引蝶的，然后吃一些干醋，无中生有的就跟我吵，跟我闹。这个可真不是干醋，我会发现就是说他工作中啊，无论是甲方啊、客户啊，还是一些同事关系中呢，其实有特别多就是那种暧昧的举动，都上升到暧昧了。我反正觉得是暧昧，他觉得就这都挺正常的。人家来追求我，我不能管别人他怎么想的呀，是不是？
我做好我本分，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我说这样情况吧，因为我有一些应酬啊，或者有些朋友聚会啊，我都叫上他。我跟你说哈，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再叫你了。为啥呀？你不知道，主持人那一次给我气得个够呛，我跟你说，让我特别难堪。哦，您说。啊，然后我们有几个朋友聚会，有7、8个朋友，那么我也叫上他，这一方面呢，我也让他就说相信，让他得到一份信任嘛哈。他酒量也不好，喝醉了以后，他在那个地方就是乱说的，胡说八道，说我什么这些朋友都是酒肉朋友，一点都不靠谱的。一看当着我的朋友的面说那些东西，你说我心里面难不难受啊？他那些朋友就特别不靠谱，在那个饭局上就满嘴跑火车，然后动不动张嘴闭嘴就说啊，我一顿饭一顿酒能谈下7、8个大单子什么的。他谈下什么来了？他什么都没谈下，他就是光在那儿吹牛。我就是觉得你的这个朋友圈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你看上他什么了呀？其实朋友不行，他又是个野路子，你看到他什么了呀？其实说实话，就是主持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是先追求的我其实有时候是会有一些这种希望异性能够崇拜我的那种感觉。此外呢，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闪光点特别吸引我，就是他从四川一个人来到异地打拼，然后就是还居然拼的还比你好，对，拼的还是学历还比你低，还是野路子，然后他比你好。他对我因为我也慕强嘛，就是我也喜欢那种独立女性，就是觉得他现在在异性交往这一块的分寸和尺度上，你们俩是有分歧的。对，我觉得他有个时候还虚伪，因为他的朋友也经常约他出去吃饭，然后他也会叫上我，因为他毕竟比我小嘛，对吧？我可能打扮的稍稍有点装年轻吧，他都说我哈，不用去打扮，我不在乎你年龄比我大，关键是他还让我更生气的是啥呢？你又不让我打扮，还有在他朋友圈子里面不要说我的收入比他高，你说是不是特小气啊？感觉是不是特虚伪啊？其实主任，从我的角度，就是我可能有一些私心，我希望以后在事业上是我主外，然后呢，我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就是说顾家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又打扮又晒朋友圈，晒这种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经济实力上，你就见不得我比你好吗？我不是见不得你比我好，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有个分工。那么以后呢，就是我来，对，你就是希望你主外，我主内，是吧？你让我就是为了你，是吧？为了爱情放弃事业，然后在家里面相夫教子这种。我没有那么绝对，但我希望就是说在事业这方面是由我来主导更多一些。是吧？我就说你这种就是属于爱面子，有时候假大气呗。还有一件事儿，主持人，我跟你说，感觉特幼稚啊。那天我跟他打电话，然后我听着他的声音吧，反正有气无力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咋回事啊？他支支吾吾的没有。然后我又问他，我说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难题了？你的工作有什么问题了呀？他就说没事儿。好，然后你没事我就挂电话了呀。然后他就知道，你不知道猜测我吗？我就生病了，难道你不看到我的朋友圈吗？然后你没看我今天走了多少步吗？他说要我非得去关注他，你说是不是太幼稚的事儿了呀？闹关怀是吧？那他当初追求我的时候，天天嘘寒问暖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我明明就是不好受啊，我就是感冒了呀。那你说我感冒了不就完了吗？可是非得让我去猜来猜去的。对你这不就是谈恋爱吗？这不就是谈恋爱的意义吗？不，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但婚姻走的现实婚姻里面的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可是现在要是说你连猜都懒得猜了，你都不愿意去谈这个恋爱，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反正我觉得你就是属于假装的大气，很多东西不是实际的东西。听懂了，听懂了。还想跟他在一起吗？之前说心里话，很欣赏他的。通过这么1年多以来，特别的累啊，我得好好振作。光环褪去了是吧？还想跟人交往吗？我觉得我也要再考虑考虑。又拿着劲儿呢。来问几个现实问题。您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现在一个月收入不到8000吧。不到8000。您应该是他的几倍啊？反正我1年算下来好。做一个单的话下来有可能30来万吧。
纯收入是吧？差不多。3倍于你以上是吧？可以这么说。哦，可以这么说啊。这个，那您指的以后的主外，您主外这个事业是指哪块的事业呢？就是以后因为我毕竟年龄比他小嘛，那我又是个男人，那我的不是您就直接说就行了。您准备主什么外？就是以后在事业上我多去挣钱，然后他负责这个。不是，那人家现在挣这么多，还有你多挣吗？这是打了埋伏的，我突然发现了，一年不会只做1单吧？反正还行，一年的收入，年总产值大概在200来万的样子。这很给您留面子呀！你还在那儿端个什么架子，还教人怎么经营？你教这玩意儿干什么？那我毕竟我也是一个追求上进。他就是让我崇拜他，非得让我去欣赏他。崇拜，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崇拜，对吧？也可以嘛。你现在还拿着劲儿了是吧？你还想跟人分手是吧？你能理解他那些点吗？我能理解，但是我有时候我不能接受就买房子这事儿。接着我再问扎心的事儿，天津那2套房子是谁的？自己买的还是父母的？父母的啊，父母的，父母的啊。我以为是您的房子呢，说了半天还是父母的呀。就少爷拿自己的父母绷面子是吧？我有2套房，实际是父母的呗。1年时间，重新认识是吧？对。没那么强。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会照顾人不？别提了。他一天忙于他的工作，尊重他的什么粉丝去了。懂了。在婚恋市场上，各自都属于抢手资源，喜欢您的也比较多，喜欢您的也比较多，对吧？今天来要干嘛？坚持不下去了，对，要问问计是吧？对，看怎么办。来，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独立的女人是挺有魅力的。这个史先生这赤裸裸的嫉妒啊，就说到最后的时候，把你所有的这个说的话，这些事儿往前一倒，我才明白什么意思。一开始说什么一开始没看上，这是故意说给他听的，说不让人家买房子，不让人家买房子不就是驳你的面子吗？然后紧接着什么，你的朋友圈也不行，你的学历也不行，你年纪又大了。种种这些事儿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你在他面前是自卑的。其实你如果真的对他是什么感受，你说出来就好。你用这些虚伪东西挡在你的面前，掩饰你的自卑，没意思。时间长了，他会觉得你也就那么回事儿。你觉得他一开始追你、崇拜你、看上你了，其实那是让你找到了自信的地方，满足了你的虚荣心。你看条件不错，这么多追他的人，而且实实在在的，人家的业绩比你要好，人家的能力比你要强。你的自信来源于是你追的我，然后在慢慢的交往当中，这些自信一点一点的消失，然后变成了自卑。如果你在感情当中真的是一直这样自卑的话，那你们两个人绝对走不下去。你用种种东西来打压他，你只会让他离你越来越远，别说崇拜你，别说欣赏你了，后面会越来越讨厌你的。如果你真的觉得女朋友没有你的面子重要的话，我劝你换一个人，你换一个真的不如你的女人，那样在一起你舒服。但如果你找了一个比你强的女人，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如果真的没有那么自信的话，就分开，别折磨自己，也别折磨他。谢谢。看你们俩对话呀，我挺恍惚的，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女孩，那边是一个男生，那这边掷地有声，铿锵有力，那这儿呢，哎呦扭扭捏捏，吞吞吐吐的。当时你还记着你女朋友看中你什么吗？阳光，有闯劲儿，对不对？你看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阴柔呢？你是因为遇到强者之后，你越来越怕了吧？你怕他比你强吗？这其实是最可怕的一种情侣之间的关系。自己不行，他不能允许对方行，你得听我的。当初是你追的我，我就比你强，但我就处处容不下你好，这是很可怕的。
你现在看不上他的朋友圈，要在事业方面你来做主导。我以为你们也就差一个2-3倍，哇塞，差了好多哟！不是听清楚没有？关键很给他面子。你看他那回答，一单哎呀，我们一单真是秃噜过去，30多万就好像距离很近，他10几万，还非常有面子，很有是的地板。所以你拿什么跟人去比呢？唯一比的就是说，我对这段感情比你更珍惜，让你不会后悔的。他可不是看重你的事业，对吧？哎，你别哭，别撅嘴，好不好？不要撒娇，好不好？扭捏得很。我们能不能挺直着腰杆，面对现实，接受现实？这个女人你爱不爱？爱，你值不值得这个女人爱你？应该值得。对呀，咱们互补嘛。你发挥你的强项，你是做新媒体的，它是一个相对传统的行业，你能帮她的，你不要看不起她，因为你现在没有看不起她的底气，不要故意去压着她，互相去取长补短，好不好？啊，我觉得你们要在一起啊，应该还不错。只要你认识到你的问题，好吗？就这样。不觉得？我也觉得这不是小男人的问题，他有点恼羞成怒。哎，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心理逻辑啊。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真老虎遇上纸老虎的故事。真老虎在山林之中看到，哇，一只那么大的一只斑斓大虎在那个丛林里面啊，哎呀，马上就是敬畏了，说虎前辈啊，你要不教教我吧？啊，看我怎么样？你跟他聊着，发现，诶，这儿破个洞，那儿破个洞，到最后是个纸老虎。结果那纸老虎恼羞成怒了，说你不许这个，不许那个，我告诉你的就是对的，我将来要怎么地，我还有那2套房呢。你的不自信，你所有在光鲜亮丽之下所隐藏的阴暗、狭小、恐惧，都被他炸出来。可能你本来高高在上，光鲜亮丽，突然之间在女朋友面前，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怎么着补呢？我觉得现在不是个着补的问题，现在是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发现它真的是只纸老虎之后，你还要不要爱它？它还有没有吸引你的地方？我们不需要通过同情、包容，或者说我向下去兼容。你是一个真强大的人，真正强大的人是在生活里面被锤炼出来的，带着孩子做了生意。而你呢？你的所有的强大都来自于别人对你一句一句的评论，都来自于自己的自我心理建设。能量等级差那么大，还要不要在一起？我觉得你值得好好的想一想。至于你收一收内心的狭隘和狭小，让自己在生活里面慢慢锤炼，变得真正的强大，再去爱这样的人。不要再和他谈恋爱了呀！你们2个确实，这个是纸上谈兵的，你是在沙场驰骋的，所以你是有真正的作战经验，而这个在纸上谈兵的人却想夺了你的领导权。你要是听他的话，生活会一团糟糕。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一个男人从今天开始放下自己想给别人做主的这个欲望，就像他努力经营自己的号，让自己有那么多粉丝一样，他不可能把自己的领袖欲从此扔掉，所以他也就决定了不可能成为您的良伴。他看不得你现在是比他其实厉害的，他一定要把你拉下马，他在拖后腿。你最适合的其实是去找一个辅佐你的这一种男生，他能够理解你，能够支持你，然后对于你做的自己的一些职业上的决定，不去给你任何的一些多余的参考意见，只要他在自己的职业里头如鱼得水就好，他不需要跟你在商场上产生共鸣。对于他来讲，你们2个人就这样吧，你也放过这女生，你不可能让她臣服的。你在他面前待得越久，你的挫败感会越重，你的挫败感会伤害你的骄傲，从此也会使你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打了折扣。既然不开心，为什么要死赖着不走呢？分手。想起一句话特别适合他们俩：心小，事儿大，全是大事儿在，因为心太小了，心大，事儿小，在他看来全是小事儿。当然了。在情感面前，再聪明的人有时候也会犯傻，
可能在商场上面是一个果敢果决的人，但是面对爱情的时候，也有他柔弱和贪婪的那一面。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琢磨啊，看看还要不要他啊！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那个时候欣赏你身上的就是这种非常独立、敢闯、敢想、敢干的那种精气神。可能也像各位老师说的吧，就是这也是我身上所缺乏的。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节目，能够再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吧。其实从一开始我还是很看好你的，你的文化也比我高，最主要的是你没有孩子，所以我也许会考虑一下。本来是想让你帮我赋能的，给我带来一些新鲜想法的，助我起飞的。后来发现，您是一大秤砣呀，你得把我拖到河里一起淹死啊！你不能好好说一句话，你还喜不喜欢他呀？我是很欣赏他。哦，只是欣赏这件事儿就算了。今天咱们谈的是爱，记住他说的话，他是欣赏你，欣赏你的人多了去了，那他又算老几呢？对不对？因为不是爱嘛。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预测一下结果啊！我觉得男出女不出。我觉得双不出。那我就说双出吧。哟，为啥你要说双出呢？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说不定余情未了呢，是吧？啊，其实没什么理由，我就瞎说。我觉得女的应该清醒一点儿。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4个字儿吧，大快人心，是吧？这个结局大快人心，因为这不是一段爱情，压根儿就是一场误会。祝他们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已经结婚40多年了，但这几十年他一直很大男子主义，多次经营失败，也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我为了这个家累吃了一身病。自从他生病以后，情绪总是很不稳定。我知道他身体不好，总是耐着性子包容他，可他呢，总是挑刺儿。现在看他真是越来越不顺眼，我真的有点不想和他过下去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彭先生66岁，来自山东退休，有请。孙女士68岁，来自山东退休，有请。这是来给我们上课的年龄啊！人家俩结婚44年了，是吧？对，44年一女一儿，对吧？对，大的是闺女儿，小的是儿子。对，看了一下您基本的这个简历啊，50多岁之前一直是正确的。50多岁之后就瞎胡来了，是吧？把这家搞得有点这个风风波波，是这意思吗？是啊，您这个身体现在还好吗？现在很好了。那还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我们现在，我的情绪还是一想原先的事啊，我是心情还是不大好啊，过不去哈。对，行，您先说过不去的事儿。他对我们这个家的危害啊，确实有。哦。经济上。我的精神上，他对我都有一定的危害。哎呦，都用到危害了。对。啊，行，您说他怎么危害您家的吧？就是我们从结婚这40多年以来啊，他每次工作方面忙，我那2个孩子都是我自己承担。啊。95年的时候他有车祸，也是我承担。2个孩子还得照顾他。啊，就是家里面的事儿全是您在主着。对，他是单位上的领导吧？啊，反正他工作过于忙。哦，听明白了，就是这人反正对家不关心呗，是这意思吧？对。这危害您认吗？我也认可，但是呢，我在单位上100多口子人在这吃饭，
给企业还是付出的多啊，家庭照顾的就少了。好，这些呢就是他承担的多。啊，行，您认这个就行。认。行，还有啥危害啊？都用到危害这个词了啊。就是经济上对我们很大危害，投资蹦车，光首付款就交了105万，结果呢，都排进去了就。当时这个设备吧，看市场还是挺好的啊，咱呢也缺乏经验，我就想呢有2个孩子，家庭负担也挺重，想多挣点钱也是好意，想投个资以后吧买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很缺，效益很好，我刚买进来不到半年，整个市场就饱和了，这个设备呢活就少了，也利润也很小，也挣不着钱了，是，所以说就把这个设备就处理了。他呢就把这个罪过都落到我身上了，成天唠叨我，成天嘟囔我，成天跟我打架。这个不怪你，这为家庭好嘛？啊，这个还有啥损失啊？随后又开饭店，投资也不小。一开始办饭店的时候吧，我不让他投这么大。我那意思我有一次失败了哈，别再投入这么大了就。但是呢不听，我娘家的哥哥，我母亲都劝过他，你不能再这么做了，投这么大。那个蹦车你就损失了100多万了，这个饭店你就要慎重一点，别弄这么大的规模。就是说他不听，背着我把这个饭店搞得规模很大。我为了省钱吧，我就亲手下洗碗、刷盘子、给厨师顺菜什么的，反正都是我打理。干了2年以后，人家给我们解除租约了，这个饭店的人就用着这个地方了，无偿拆除。我们这个钱都搭进去了啊！当初我说你不听，不让你搞这么大规模，他不听，结果干了不到2年。这个事不是也不能光怨我，因为这个把饭店给拆了，谁也考虑不到。结果呢，都搭进去了，打了水漂了，我们的钱。弄得我的情绪当然就是不好。现在我手上，你看吧，这是妻子，水泡都长满了就是刷盘子、洗碗、洗菜，长期。将近2年都是我自己打这个工，办了饭店以后，我这个人挺要强哈。我说在哪里跌倒哪里起，哪里爬起来的。我又做了一个门面，我说我有手艺，我这次也不用你，我自己投资。我说我创业，我就卖蒸包，我从早晨4点起床，晚上12点睡不着觉。不是这个事儿吧？包子馅儿我是想再雇个人，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光我们2个干，忙不过来。他不让雇他不让雇呢，就自己干，本身就挣不多，我再雇人嘛。4到4个小时吧。哎呦，这身体可受不了。这个2年的时间，那免疫力下降，就出现问题，累病了。对，开始住院了就这治病啊，得的是癌症。你看，结果查出宫颈癌这不又抓紧给他治疗，他还不想治那哪行？我不治了，不治不行，我让你给你治病啊。治病谁赔啊？他得赔啊，他不赔谁赔啊？这话怎么我怎么觉得他有双标呢？他不赔，我自己能看病吗？对但是我走路都走不了了。对呀，那我怎么听刚才一上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人对家庭危害极大啊？对啊。他出车祸的时候都是我赔的他，那你不赔谁赔呢？按您这说法，对吧？那时候孩子小，怎么现在就双标了呢？怎么就变成他必须得赔了呢？他必须得赔，他为什么？那我就问您，人家赔没赔？赔了。赔的怎么样？要说很满意吧，也不是说多么满意。经常对我发脾气。行，你注意，那你注意。这个护工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您给打几分？我给他打8分吧。那不是很高吗？8分就算也就可以，他赔的还倒可以倒是。那您这个是化疗什么的是吧？放疗是40次，化疗是6个疗程。我天哪！结果这个你想象我能怎么受？他的头发全掉了眼眉也掉了，就是连路都走不了了。当时他的脾气是不是特别不好？特别暴，我不好伺候他，但是我也耐心的伺候照顾他。这不就行了吗？老伴儿还要怎么样啊？到最后他都不想治了就是这化疗那个副作用难受啊，就是坐在轮椅上都不能走了他说我放弃治疗，你把省下这个钱，给我买块好墓地，把我安葬了，我死了，你别再花钱给我治了
我人心不可啊，为我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我得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治病。对呀。结果呢，通过4年多的治疗，到现在这5年，完全恢复。你看他像有病的人吗？我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哈。我有个90多岁的老母亲，我还有2个孩子，我得把自己的身体。不，您当时可没这么说啊！您当时可跟人说买块墓地给埋了啊！您可别说。对，都劝我。啊。妈妈劝我，我还有个90多的妈妈，我得想，我得往后想啊。就说跟他没什么关系是吧？对，他为了我，他可以过，但是呢，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老母亲怎么办？我想到这个，我才勉强，我提起我的精神来。你怎么就说你把这男人全给否了呗？对，我用心治疗我的身体。不是他陪着你的吗？就是他陪着我，我才开始又。那人家有没有功劳啊？有功劳。那你就说功劳，你别老说危害。刚才说他的实际上危害，我的身体和经济上都有他的一部分。好，现在出了什么问题了？他恢复好了以后吧，这个病都治好了，病好了，这个脾气变坏了。哎呀，光给我发火啊！这个菜做的咸了、淡了，又是不熟了，又是我不弄得不干净了，这处就找我毛病。这个我确实是很难受啊。身体恢复好以后，我也劝他咱出去玩玩，开开心。我是会扎这个扬琴哦，参加了我们社区的吕剧团啊。当时他也爱唱啊，他也去。有时候身体不大对劲儿，他就不去了，就我自己去。唱了吧，我们那个剧团就排这个节目，就去参加文化局安排的演出。其中有一次，人家定下午2点演出，他就不让我去了。为啥？我骑了个摩托3轮，带着我那个大的扬琴啊，8、90斤，说他买的，就不让我骑。3轮车就不让你骑？不让我骑。我说我有演出，我不能耽误。那你为啥不让人骑啊？为什么？我说你把饭给我做好。我跟你说哈，主持人，我通过化疗和放疗啊，这个一个是吸烟的味儿，一个是这个厨房的这个味儿，我绝对不能闻。到现在就好像落下后遗症一样。从那以后吧，我就不做饭了，都是他做饭。那他有没有给做饭呀？他没有做饭，那天他就想走，他提起他的琴来就走了。我不生气吗？我们那是一个剧团，说的演出他耽误了时间，我不去，人家这个整台演出没法演。问题是我不是一个懒人呀，我有了病以后才这样的。大局了，是吧？哎呀，叫个外卖就好了嘛。我不会叫外卖，我年龄大了，我不会玩那个，我也不爱吃外卖，我都是自己做饭。你现在不是自己做不了了吗？我现在有了病以后啊，他做吗？我现在有了病以后啊，确实吃饭上有些挑剔。啊，明白了。那您去没去？他能体谅，你能体谅我生了一场大病。我打出租车去了，我打出租车去，我也不能影响人家个集体演出，对吧？他这个脾气就是越来越坏。那挺明白。其中他说刚才说的抽烟问题了，我抽了30、40年的烟了，这个老习惯了，说尽量少抽，我都上外边抽一颗。其中有一次我女婿和闺女来给我买条烟来，进门他就对我女婿就说。手当着我的面，当着女性的面，你不要给他买烟，不让抽烟，弄得我很没面子。我让你抽烟，我也是为了你好。弄得我下不来台。不单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抽烟有害健康。行。是。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来的目的啊，问问他这个脾气能改不能改。他啥脾气啊？他啥脾气啊？你没给他过过？我没法跟他过。2天，你试试。他现在就什么？我说这个饭咸点了，咸点你怎么不做呢？你自己去做，我能做吧？我这话说的我要能做，我不用你。是吧？他的脾气也是不小，对我。听懂了。但是呢，他对我的伤害这么大，我想起来我就心烦。懂。你心烦，要有点不高兴的事。不是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说得癌症就是因为他呗？对，有他的一部分。他就说有这个病，我不是赖完全都赖到我身上了。确实是这个饭店当时他太劳累了，休息不好，免疫力下降，造成这个。行，我听懂了。你这事儿前后都听明白了。您2位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是保媒拉纤啊，还是怎么着？怎么认识的？自弹的。你们那年代就自弹？我是73年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呢，我就回村。我们村里呢有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啊我就爱乐器，会扎扬琴。他呢会唱歌，
我咋样的，他唱歌，我们在一个宣传队的。哦，我们就认识了，唱了吧，就互相了解了，也觉得挺好。高山流水遇知音了啊！到了75年呢，我们2个呢一起就参加了工作，当了工人。家庭双方的父母嘛也很满意啊。这样80年我们2个就结婚了，44年的婚姻就多好啊！对对。年轻的时候啊，真是一个帅小伙，明眉大眼，脾气也好，家庭也好。但是呢，就是从结婚以后，有了2个孩子以后，哎，就是遇见的事儿太多。他上班不顾家，1个月20天不在家。我带着2个孩子，我还得上班，大的上学，小的上幼儿园。我的80多岁的老母亲替我接孩子。我上不是您这说的代差太大了啊！您生病的时候说老母亲90多岁，您孩子小的时候老母亲80多岁，您这现在100多岁了，我母亲都不长啊！我母亲100多岁了，103岁。不，这说明家里有长寿基因。对不对？103岁好。对对。您今天来干嘛吧？我就是问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怎么过这个日子。我要再活10年。不是您10年怎么过？不是您家这长寿基因，您不止活10年。哎呀，您问题是我，您想怎么着？不是，我现在是带癌生存哈。您说您要怎么着？我怎么着啊？我就问问他，以后对我和气一点，温柔一点，关心一点的。他这现在又出去唱去，社区剧团一来电话就走了。不是，那你也去啊？我跟你说啊，我自然有了病以后，这个放化疗你可能也了解一些哈。了解。他杀伤人的体力。行，您就这么说吧。太多。您就这么说吧。我不参加了。您要求他怎么着吧？就是他变得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处处关心我，处处爱护我。行，听明白了。就是以后啊，1个月回家10天，20天在外头。年轻时候不就这样吗？对吧？他就要求是这个意思吧？不是，你不是说回到年轻的时候吗？像他这个脾气这样，要是说话说错了一句，也是毛毛的。你看他这个性格，这个脾气，我的脾气，我就认为我是病拿的，有病。明白了。你包容我，体谅我，这些年来我给你鼓励，能做到吗？行啊，行，那你快病了，你要这么做不得你病吗？所以咱们怎么找这个平衡啊？虽然结婚44年，经历了这么多，我们这都算晚辈，但是好歹我们能给出点主意，您听听好不好？行。就是如果您就这心态，我60多岁，这也快奔70的人了，对吧？对，67了。我69。你还比人大呢。大。哎呀，你看你那会儿霍霍年轻小伙子，霍霍的，你看看。如果说你就是说我病了，我不收敛不克制。那最后可能得病的是他，你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咱们怎么去调整？这么听起来挺幸福的呀，看着好像斥责，处处都充满了骄傲。哎呀，又帅喽，又是领导喽。哎呀，看病的时候我去看病的时候陪我陪得好哦。哎呀，扬琴砸得好，现在还去唱去了，处处都体现出你的那种优越感，还在这儿说他对我不好。咱能不能别口是心非呀，大姐？不是，您听听他们怎么说吧，让我们一起。问题是我的病还在心上带着呢，我还害怕突发。这是阿姨辈儿的了哈，我就算当晚辈吧，就是从这个角度讲，我希望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啊，包括我的父母，能够心平气和的这个享受余生。其实我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吵来吵去，但是呢。在多年前，我父亲得了癌症，然后他们就意识到了，哎呀，年轻的时候怎么生气呀，容易生病。我就想到您刚才那个状态了。但是可喜的是呢，我父母现在几乎不吵架，他们都会觉得跟您一样，这个癌症治好了，珍惜每一天，俩人一起散步，聊了过去美好的事儿。人得了重病以后叫劫后重生，他会重新思考这个生命到底是个啥，还有对错之分吗？最后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道理了，只要过得心平气和，那才是对的。我家阿姨，你应该这么考虑，你应该是有福之人，不是所有人得了癌症以后呢还能站在台上这么靓丽，然后您从台上一走，脸上绽放的微笑，我说哎呀太棒了，这阿姨活得比较滋润。那又为啥来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有点小委屈啊，我也听出来了。
哎呀，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多少多少。您为这个家付出了44年，叔叔也付出了44年，多与少的问题都在付出。像做生意有赔有赚，不能允许只赚不赔。过去的事儿翻过去，珍惜当下的每一分钟，不抱怨，不纠缠，不记恨，不翻旧账。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年龄了，不要期待谁改变谁了，你也甭期待阿姨改变了，她这脾气就这样，我听听就完了，我不走心。你是病人，不光是身上有病，在心理上还有委屈，听听就完了，我不跟你吵。阿姨这头呢，她啥样也就啥样了，您现在在教育她晚了，自觉吧。甭管是因她而得的病，还是因她而痊愈的，反正今天您站在这儿呢，那就是有福之人，咱也照着100多岁活没问题。但是病由心生这事儿，咱得好好思考思考。真的要想活得健康长寿，活100多岁，那就得高高兴兴的。我的事儿我做好，他的事儿靠自觉，我觉得2个人就能走得好好的。还有你们2个好好的，女儿儿子还有孙子了吧，是不是？有。哎，全家都高高兴兴的，您得做一个表率。您如果2位到这个年龄70、80了还吵，您就有一个不好的示范了，你说是不是？对，我真的更愿意理解为婚姻44年的阿姨来我们爱情保卫战，花样秀恩爱，撒娇任性来了。我觉得阿姨其实今天你在场上说的所有的话，虽然是在埋怨他，其实也是在认可他。你看这个老头子以前是领导，其实您是骄傲的。你看他这退休以后还去创业，虽然失败了，但我一直陪着他。您一天没离开过他呀。他开饭店，您就去洗碗，就去摘菜，你多爱他呀！换成别的妻子，你折腾你的，我退休了，我去跳广场舞了，我跟姐妹玩去了，你不放心他呀，你心疼他呀，你得陪着他呀。所以您看您收获的是什么？身染重病的时候，你这老伴儿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吧？不是什么都不管忙事业了吧？人家不是什么都放下了，陪着您吗？您痛苦的时候，您老伴儿一样痛苦，他也很辛苦。但是今天值得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是，二老通过彼此的深爱度过了这样一个难关，这就是你们40多年恩爱婚姻的最好的见证。咱怨也怨了，过去他没有做好的地方，咱这都任性撒娇都说了，咱翻过这一篇吧，好不好？阿姨，我给您的建议是，你看现在身体也基本上恢复了嘛，咱该唱唱，该跳跳，吃的东西老伴儿做得好，咱就吃他做的，做不好咱可以点点外卖，出去吃吃，怎么开心怎么来。其实我觉得叔叔做的挺好的，现在您在场上从来没有反驳过他一句。当然我相信生活中你们肯定还会有顶牛，但是今天您能一句话都不回，我觉得特别的好，继续保持。毕竟他身体还是对，有是病人，有病在身，但是您也要保持自己心情的愉快。您还有一个任务，要陪伴他，建立他的兴趣爱好。好，您去唱歌啊，什么弹琴啊，你带着他呀，他不愿意去，你拉着他，他不愿意唱，你让他旁边看着，带他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他就没有那么焦躁了。希望你们老年生活平安、健康、快乐，相携到永久。其实大姐应该知道，身上有病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心里有病。